當年那場大劫，後羿找上門來了，我的9個哥哥沒了，就連我也被打成了重傷，成了一只巴掌大的小火鳥。此生再無大志，只想找個山頭安安靜靜躺着曬太陽。我是洪荒最後一只金烏，還是個病号，本源受了重創，得靠曬太陽補充點能量，吊着這條小命。突然，一個粗声粗气的声音打斷了我的日光浴。嘿，那只红毛鸡，說的就是你。不遠處站着一個豬頭人身的妖怪，獠牙外翻，一身黑毛，手裡拎着一把9齿钉耙，看着有點眼熟。你看什么看？没听到本大王和你说话吗？这塊石頭本大王看上了，识相的趕緊滾！這石頭是你的？整個黑風山都是本大王的，山上的石頭自然也是本大王的。給你3秒鐘，滾出我的視線！這頭豬好像有點執着。我半天沒給出回應，他等得有些不耐煩，臉色沉了下來，明顯有點惱火。你這破鳥，聾了！他走過來，伸出不善大的手朝我襲來，但他的手掌離我還有30遠的時候停住了，手上的黑毛開始捲曲變黃，一股焦糊味散發出來。你這鳥有古怪！會放火，正好。本大王新修的洞府正缺個照明的玩意兒，我看你就不錯。來來來，跟本大王走，以後就給本大王當個長明燈，管你吃香的喝辣的。說着，他從懷裡掏出一張灰乎乎的網。那網看着普通，上面卻有淡淡的法力波動，應該是件法器。我有點煩了，我勸你別動手。我火氣大，控制不好容易出事。火氣大，本大王就喜歡火氣大的。他把手裡的網一抖，兜頭朝我照了下來。他顯然是把我當成普通的火系小妖了。就在那張網碰到我羽毛，瞬間化成了飞灰，空氣中只留下一縷青煙。野豬精的眼珠子瞪得溜圓，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一臉的不可置信。我的缚妖網，你對我的寶貝做了什麼？都說了，我火氣大。前輩，小豬有眼不識泰山，衝撞了前輩，還望前輩恕罪。這石頭現在是誰的？您的，整個黑風山都是您的。小豬這就滾，再也不敢來打擾前輩清修。野豬精見我沒進一步的動作，如猛大赦，連滾帶爬的跑。他跑了之後，我過了幾天安生日子，沒有不開眼的妖怪來打擾我曬太陽。那塊青石板成了我的專屬躺椅，每天趴在上面感受着太陽真火從天而降，緩緩修復我受損的本源。這感覺比泡溫泉還舒服。我的羽毛似乎也比以前光亮了一點點。這天我正曬得昏昏欲睡，一股濕冷的水汽忽然從山下蔓延上來，那水汽帶着一股腥味，還有一種讓人不舒服的陰寒。只見山下的河道裡水面翻湧，一條巨大的黑影在水面穿行，逆流而上。那黑影所過之處，河水都變得渾濁不堪。很快，那黑影停在了黑風山的山腳下，是條修煉了1000年的泥鰍剛剛開始化焦。他自幽潭中昂起頭顱，數瞳冷光直射黑風山，陰翳如墨。下一刻，他從河裡爬了出來，化作一襲玄色長袍的男子。他緩緩走上山所過之處，都留下一串濕滑的粘液。山裡的水汽更重了，花草樹木上都凝結出了一層水珠，我趴着的青石板也變得濕漉漉的。泥鰍精目光落在我身上時，皺了皺眉。哪兒來的扁毛畜生，一身火氣，燻得本君眼睛疼。黑風山的這頭蠢豬，什麼時候養了這麼個玩意兒？你身上的火讓本君很不舒服，本君命令你立刻離開這裡。小東西，本君跟你說話呢。這山又不是你的，以前不是，現在是。
那頭蠢豬已被本君打跑。从今天起，这黑风山连同山下的碧波潭都归我碧波龙君管辖。本君乃是天生水属，最厌火光。你这小鸟，要么自己滚，要麼本君就幫你吸些火。你再說一遍。泥鰍精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恢復了那副高傲的嘴臉。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我就那麼趴着，任由那道水箭射過來。在離我還有1尺遠的地方，忽然開始蒸發，水汽升騰，發出刺耳的聲響。不過眨眼功夫，那道水箭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可能！我的玄冥咒水怎麼會？太吵了。我說了，我火氣很大。我伸了個懶腰，舒展了一下翅膀，隨着我的動作，一股難以言喻的熱浪以我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擴散開去。只是瞬間，周圍10丈內的花草樹木水分被完全蒸發，碧波龍君腳下的粘液瞬間被烤乾，在地上留下一塊塊白色的印記。他身上的黑袍也開始冒煙。泥鰍精終於感到了恐懼。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只是個想好好曬太陽的鳥，是你非要來打擾我。我抬起一隻翅膀，指了指山下的碧波潭。你說那裡是你的地盤？不，前輩饒命！是小嬌有眼無珠，冒犯了前輩，小嬌再也不敢了。這黑風山，這碧波潭都是您的，小嬌這就滾！你跟那頭豬真是一模一樣，你倆上輩子是親戚嗎？你以為你這樣我就會不計較嗎？晚了，你讓我很不爽。你身上的水汽污染了我曬太陽的空氣。我翅膀輕輕一扇，一股金色的火焰從我翅膀間飛出，朝着山下的碧波潭飛去。碧波龍君看着那朵小火苗，咽了口唾沫。他想跑，但他發現自己動不了了，一股無形的威壓將他死死地定在原地。他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那朵金色的小火苗飛到了碧波潭的上空，然後輕輕地落了下去。1秒、2秒、3秒，什麼都沒發生。碧波龍君的臉上甚至露出了一絲僥倖。就在這時，異變突生，整個碧波潭忽然開始冒泡，水溫在以一個恐怖的速度急劇升高，水裡的魚蝦連翻個肚皮的機會都沒有，就直接被煮熟了。濃郁的水蒸氣衝天而起，在黑風山頂形成了一片厚厚的雲。我的潭，我的水府，水蒸發得越來越快，碧波潭的水位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下降，潭底的淤泥露了出來，很快就被烤得乾裂。前後不過1炷香的時間，原本水深100丈的碧波潭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冒着熱氣的乾坑，一滴水都不剩。好了，現在乾淨了。身後是那個已經徹底下場的泥鰍精，本命棲息地被毀，他的道行至少要跌落500年。我沒再看他，這種小角色不值得我浪費精力。煮乾了碧波潭後，又清靜了半個月。我每天趴在石頭上享受着日光浴，感覺受損的本源一絲絲恢復，雖然微不足道，但總比沒有好。這天我正在假寐，想不到這窮山惡水的地方，竟藏着這麼一位小可愛。我睜開眼，一個女人站在我的青石板前，她身後9條毛茸茸的狐狸尾巴正在輕輕晃動，是隻血脈很純正的九尾狐。小家伙，姐姐沒惡意，姐姐路過此地，看到這裡火源精純，就過來看看。沒想到是你這麼個小東西在這裡修行。你這身羽毛真漂亮，紅的像火，亮的像金子。姐姐我走南闖北這麼多年，就沒見過比你更漂亮的羽毛。你看完了？看完了就走吧，別打擾我曬太陽。小家伙脾氣還不小。他向前走了2步，想伸手摸我。別碰我。有意思，真有意思。你是什麼東西？這般純粹的火源不像是凡間該有的。莫非是上古哪位大能的後裔？我沒說話，閉上眼睛繼續假寐。
九尾狐見我不理他，也不恼，他就在旁邊找了塊石頭坐下。你不说，姐姐也能猜到几分。天地间的火分3、6、9等，凡火、地火、天火、三昧真火、南冥离火。但你的火似乎比这些都要霸道，它不是在燃烧，而是存在。只要你在这里，这裡就是火焰的国度。这是一种权柄，拥有这种权柄的，纵觀整個洪荒，也只有那麼寥寥幾族。鳳族不對，鳳族的火焰雖然華麗，但失之於廣，不夠純粹。祝融後羿也不對，巫族的火狂暴有餘，靈性不足。難道是劍？閉嘴！有些名字不是你能叫的。是奴家失言了，青丘涂山氏見過殿下。我不是什麼殿下，我只是一隻曬太陽的鳥。現在你可以走了嗎？殿下說笑了。您這樣的存在，無論走到哪裡，都是黑夜裡的太陽，想藏都藏不住。您在這裡弄出這麼大動靜，先是烤熟了一頭豬，又煮乾了一條河。這方圓萬里的生靈，只要不是瞎子，都能感覺到這裡的異常。奴家能找來，別人自然也能找來。你到底想說什麼？殿下，您如今本元受損，獨自在此清修太過危險。洪荒之中，想找您麻煩的可不在少數，尤其是當年參與過那件事的那些人。這與你何干？奴家想請殿下移駕青丘。我青丘雖然不負上古榮光，但也是一處清淨之地，有我族大陣守護，外人輕易闖不進來。殿下若能在青丘休養，一則安全，二則我青丘有扶桑木的枝幹，或許對殿下的傷勢能有些許幫助。不用了，我在這裡挺好。既然殿下不願，奴家也不敢強求。只是，這是我青丘的信物，殿下若遇到麻煩，捏碎它，奴家會立刻趕到。另外，奴家斗膽想跟殿下求一根羽毛，不為別的，只是想沾染一點殿下的氣息。我族修行若能得太陽真火的氣息淬煉，可事半功倍。他把姿態放得很低，理由也找得很好，但我知道他要我的羽毛是想拿回去確認我的身份。我抬起翅膀，從上面拔下一根最不起眼的紅色羽毛，那羽毛一離體，就化作一道流光飛向涂山氏。涂山氏如獲至寶，小心翼翼地用一塊絲帕接住。多謝殿下，奴家告退，不打擾殿下清修。我看着他消失的方向，沉默了一會兒。也許我該換個地方曬太陽，這個山頭好像已經不太安全了。狐狸精走後，我又思考了3天，最終我還是決定留下來。挪窩太麻煩了，打包行李，尋找新住處，勘察地形，趕走本地小妖，一系列流程下來，得累掉我半條命。況且我現在的身體狀況不允許我這麼折騰，還是躺平比較適合我。至於危險，兵來將擋，越擋越爽。我繼續我的閒餘生活，白天曬太陽，晚上也曬太陽。這天我正趴着，天空忽然暗了下來，大片大片的烏雲從西邊翻湧而來，遮蔽了太陽。緊接着傾盆大雨就下來了。這雨來得不正常，雲層裡妖氣衝天，這不是自然天象，是有人在施法。何方妖孽在此作祟？雲層中，一個身影緩緩降下，他身穿銀色鎧甲，手持一杆亮銀槍，腳踩一對風火輪，看着倒是英武不凡。就是腦門上長了2個小小的龍角，破壞了整體美感。吾乃西海龍宮3太子敖甲。前日我表兄碧波龍君在此被妖人所傷，水府被毀。可是你這妖鳥所為？是我。好，你敢承認就好。你這妖鳥手段歹毒，毀我表兄道行，奪他基業，
今日我便要为我表兄報仇，拿你的妖丹去祭奠我碧波潭數萬水族的亡魂。就憑你，就憑我，这妖鳥休得猖狂！看槍！我依舊趴着沒動，甚至還打了個哈欠。那些看起來威力無窮的閃電，在劈到我頭頂3尺高的地方時，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敖甲的亮銀槍也停在了離我1尺遠的地方，再也無法寸進。槍尖的金屬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紅變軟，一股融化的鐵水順着槍尖滴了下來，落在青石板上，發出嗤的一聲。什麼？我這杆槍可是用西海海底的萬年寒鐵打造，又經龍宮秘法祭煉了1000年，無堅不摧，怎麼可能被融化？他想把槍抽回來，卻發現槍頭像是被一股無形的力量吸住了，根本動彈不得。而且那股恐怖的熱量正順着槍桿朝他的手蔓延過來，他的手開始感覺到灼痛。放開我的神兵！那槍桿被燒得通紅，他的手被燙得皮開肉綻，冒起了黑煙。那杆亮銀槍掉在了地上，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因為他在接觸地面的瞬間就徹底化成了一灘鐵水。很快，鐵水也蒸發了，連一絲痕跡都沒留下。敖甲呆呆地看着自己被燙傷的手，又看了看地上那塊完好無損的青石板。還有什麼招嗎？沒有的話就收了你的神通吧。這雨下得我心煩。你究竟是？我沒有回答他，只是抬起頭看了一眼天上的烏雲，然後張開嘴輕輕地吸了一口氣。這一口氣很輕，但整個黑風山卻颳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狂風，成千上萬噸的雨水連同那片烏雲都被我一口吸進了肚子。天空放晴了，烏雲消散了，燦爛的陽光重新灑了下來。我打了個飽嗝，嘴裡冒出一縷白色的水蒸氣。對面的敖甲已經徹底傻了。你現在可以滾了嗎？別再來煩我，下次我可能就不是喝雲那麼簡單了。也許我會想嘗嘗西海的海水是什麼味道。敖甲一個機靈，轉身踩着風火輪就跑，眨眼間就消失在了天邊。我看着他逃跑的方向，搖了搖頭。西海三太子落荒而逃後，我的名聲似乎在某個小圈子裡傳開了，黑風山成了一個禁地，再也沒有不開眼的妖怪敢來我這裡撒野。我樂得清靜，每天專心致志地曬太陽，身體正在緩慢恢復，羽毛隱隱有金光流轉，這是個好兆頭。可平靜的日子總是短暫的。這天我正在享受日光浴，一股凌厲的殺氣毫無徵兆地將我鎖定。我猛地睜開眼，一個男人站在不遠處的山峰上，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裡沒有貪婪，沒有恐懼，只有仇恨。我的心臟沒來由地抽動了一下，這種感覺很熟悉，在很久很久以前，我那9個哥哥在隕落前應該也感受過這種被鎖定的感覺。妖孽！我終於找到你了！你身上這股該死的味道，化成灰我都認得。你是誰？我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祖先叫后羿，而你是金烏。這就夠了。我們金烏一族早就沒落了，洪荒之中只剩下我這一個病秧子。當年的恩怨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何必再提過去？你們高高在上，自然覺得過去了。可我巫族的血海深仇，誰來償擔？我族人流的血，我先祖戰死的冤魂，難道就這麼算了嗎？我找了你300年，從東海之濱到西極昆崙，今天我終於找到了你。我要用你的血來祭奠我的先祖，我要讓這洪荒萬族看看，太陽也是會被射下來的。
我能感覺到他是純正的大巫血脈，他手中的弓和箭也確實是當年後羿用過的神兵，雖然只是仿製品，但也沾染了一絲真正的射日神韻。這一箭如果射出去，足以對現在的我造成致命的傷害。以我現在的速度，恐怕跑不過這支箭。我的腦子裡閃過無數個念頭，但最終都歸於平靜。你知道嗎？我這輩子最討厭的就是別人拿弓指着我。男人沒有理會我的話，他全部的精氣神都已經灌注到了那一箭上。那只黑色的箭化作一道黑色的閃電朝我射來。我閉上了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臨。然而預想中的痛苦並沒有到來。我疑惑地睜開眼，眼前的景象讓我愣住了。吵死了！大白天的，還讓不讓狐狸睡覺了？我的人你也敢動？后羿的后人，哼！后羿當年見到我姐姐，也得恭恭敬敬地叫一聲娘娘。你算個什麼東西？他手指輕輕一捻，那只由神鐵打造、灌注了大巫戰意的箭矢斷了，碎成了漫天齑粉，隨風飄散。對面的男人如遭雷擊，噗的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你是青丘？现在才知道，晚了。敢动我青丘要宝的人，今天你就把命留在这裡吧。后羿后人死了，死得很干脆，连神魂都没能逃掉，魂飞魄散了。殿下，没吓到您吧？你怎麼會在這裡？奴家不是說了嗎？奴家給了您信物，您遇到危險，奴家自然會趕到。只是沒想到，這次來的是個巫族的瘋子。這幫蠻子，腦子裡除了打打殺殺就沒別的了。你給我的信物我還沒捏碎。哎呀，殿下真是的，這種小事何必在意呢？奴家是不放心您，所以在您這附近偷偷設了個小小的感應陣法，只要有對您不懷好意的強大氣息出現，奴家就將第一時間知道。他說的輕描淡寫，但我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能瞞過我的感知，在我身邊布下陣法，這份手段非同小可。這隻狐狸絕對不像他表現出來的那麼簡單。你到底想幹什麼？殿下這話可就傷奴家的心了。奴家對殿下可是一片赤誠，絕無半點虛假。上古之時，我青丘一族便與妖族天庭交好，妖帝陛下對我族更是多有照拂。如今您有難，奴家出手相助，也是理所應當。說實話。好吧，殿下既然想聽實話，那奴家就直說了。我幫您確實有我自己的目的，我想請殿下和我雙修。殿下不要誤會，奴家說的雙修，並非是那種不堪的採補之術，而是陰陽互濟、本源交融的無上大道。您是太陽之子，身負至陽至剛的太陽真火本源，而我青丘狐族修行的是太陰之道，體內是至陰至柔的太陰之力。若我們二人能夠本源合一，陰陽調和，對你我的修行都有天大的好處。您的傷勢可以在短時間內痊癒，甚至修為更上一層樓。而奴家也可以借您的太陽真火，煉化我體內的陰煞，突破瓶頸，證得大羅道果，這是兩全其美的好事。停！我拒絕。為什麼？這對您有百利而無一害啊！沒興趣，我就想安安靜靜的曬太陽，不想搞那些亂七八糟的。可是，殿下，如今的洪荒已經不是上古了。您一個人太危險了，那個巫族後人只是個開始，您身上的氣息洩露的越多，找上門來的麻煩就越大。當年射日之戰的仇家可不只有巫族，還有一些躲在暗處的家伙，他們更可怕。您需要一個盟友，一個強大的盟友，而我青丘之主涂山氏就是您最好的選擇。我承認他說的有道理，今天這事確實給我敲響了警鐘。以我現在的狀態，再來一個今天這樣的角色，我可能就真的交代了。殿下，您不用立刻答復我，您可以在這裡好好考慮一下。反正奴家最近也沒什麼事，
就在这黑風山住下了。一來是保護您的安全，二來也方便我們增進一下感情。我這裡沒地方給你住。這有何難？這不就有了嗎？殿下，以後我們就是鄰居了，還請多多關照哦。說完，他扭着腰走進了那座宮殿，留我一個鳥在風中凌亂。這世道太危險了，連一只公鳥出門都要注意安全了。涂山氏就這麼在黑風山住了下来。他那個宮殿金碧輝煌，仙氣缭繞，跟我這個敦石板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顯得我特別的寒酸。他倒是沒再逼我跟他雙修，而是換了一種方式。他開始對我無微不至的好。每天早上太陽還沒出來，他就端着一盤晶瑩剔透的玉露送到我的青石板前。殿下，這是奴家親手採集的朝露，蘊含草木精華，對您恢復本源有好處。中午太陽最烈的時候，他會給我遮陽。殿下，您本源有傷，不宜暴曬。這太陽真火雖好，但過量了也傷身。晚上他會抱着一張用千年冰蚕絲織成的毯子要給我蓋上。殿下，山裡夜寒，您身子弱，當心着涼。除了這些，他還天天給我講故事、唱小曲，那聲音確實好聽，故事也確實精彩。從盤古開天講到三族爭霸，再講到巫妖大戰，很多秘聞連我這個親歷者都不知道。但他這麼一搞，我連發呆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最讓我受不了的是，他看我的眼神，短短1個月，我就從一個高冷的鹹魚變成了一個被過度關懷的巨嬰。涂山氏，我們能談談嗎？殿下叫我蘇黎就好。殿下有什麼事但說無妨。你能不能別對我這麼好？奴家對您不好嗎？是哪裡做的不對，惹殿下生氣了？不是，你很好，真的，就是太好了。我有點不習慣。不習慣，慢慢就習慣了呀。我們以後可是要在一起過一輩子的，這些都是小事。那個關於雙修的事，我考慮過了，我還是覺得不太合適。殿下是嫌棄奴家蒲柳之姿，配不上您嗎？沒有，絕對沒有。你長得很好看，真的，是我見過最好看的狐狸。那殿下為何不願？您是擔心奴家會害你？也不是。那是什麼？殿下，您就給奴家一個準話吧，這事到底成不成？您要知道，為了您，奴家可是把整個青丘都搬過來了。我順着他的目光看去，在他那座宮殿後面，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多出了一大片建築。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已經不是個人的事了，這關係到2個種族的未來。我腦子飛速運轉，打肯定打不過，跑也跑不掉，現在似乎只有一條路了。蘇黎啊，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子，本源受損，法力全無，就是個廢鳥。就算我們雙修，我也提供不了多少能量給你。那依殿下的意思是？依我看，這事不急，當務之急是先把我的傷養好，等我恢復了實力，恢復了上古金烏的巔峰狀態，到那個時候，我的太陽真火本源才能發揮出最大的作用。到那時，我們再談雙修的事，豈不是事半功倍？殿下說的對，是奴家太心急了。对，應該先幫您養傷，把您的身體調理到最佳狀態。是奴家的錯，奴家光想着突破，差點誤了殿下的大事。殿下您放心，從今天起，您的傷就包在奴家身上了。奴家這就回族裡，把我們青丘壓箱底的寶貝全都給您拿來，什麼9000年一熟的朱果，什麼萬年石鐘靈，什麼地心火蓮子，只要能對您有幫助的，奴家就算是傾家蕩產也給您弄來。我看着他那副打了雞血的樣子，忽然有種不好的預感。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正確的。自從我提出要先養傷再雙修之後，蘇黎的熱情又提升了一個檔次。他真的把青丘的寶庫給搬空了，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狐狸精從他們的宮殿裡端着各種天材地寶送到我的青石板前。那些在外界足以引起一場腥風血雨的宝物，在這裡跟不要錢的大白菜一樣，堆得我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他們還研究出了一套金烏養成計劃，每天用什麼靈藥泡澡，吃什麼年份的鮮果，喝什麼泉水都有嚴格的規定，甚至連我曬太陽的角度都被他們用陣法精確地計算過，確保我能接收到最精純的太陽能量。我壓力很大，大到開始掉毛。
這天我正在被一群小狐狸精用一種特制的精油按摩，忽然山下來了一個道士，那道士骑着一頭白鹿，手持拂尘，一身蓝色道袍，仙风道骨。他一到黑风山就停住了脚步。好重妖气！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多的妖孽盘踞于此，简直是无法无天。此地竟还有一件至阳宝物被妖气所蒙蔽，不行！贫道既然路过，就不能坐视不管，定要降妖除魔，救出那件宝物。说完，他催动身下的白鹿就往山上走，还没走2步，10幾道身影就擋在了他的面前。為首的是一個9條尾巴的年輕狐狸，看樣子是青丘的長老。來者何人？此乃我青丘禁地，外人不得擅闖。貧道乃昆崙山玉虛宮元始天尊座下記名弟子白雲子，今日路過此地，見妖氣衝天，特來查看。你們這群狐妖，速速散去，莫要自誤。昆崙山沒聽過，管你什麼白雲黑土，趕緊滾蛋！再往前1步，休怪我們不客氣。大膽妖孽，竟敢對聖人門下不敬！今天就讓你們嘗嘗我闡教正法的厲害！姐妹們，布陣！10幾隻狐狸精立刻按照某種玄妙的方位站好，它們身後的尾巴同時亮起，一道粉紅色的光幕衝天而起，擋住了那張金色的大網。2股力量在半空中相撞，發出一聲巨響，氣浪翻滾，吹得山石亂飛。敬酒不吃吃罚酒，看來不給你們點顏色看看，你們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素色雲界旗雖然只是個仿製品，但也有本體的一絲威能。大長老他們擋不住，怎麼辦？只能我親自出手了。不用，殺雞焉用牛刀，這種小角色我來處理。殿下，你看着就行。喂，那個騎鹿的，你剛剛說這裡有件至陽寶物。不錯，那寶物與我有緣。我今日勢在必得！哦，說着，我身上的羽毛忽然亮了起來，一股純粹到極致的至陽至剛的氣息從我身上爆發出來。那你看是不是這樣？瞬間，我的氣息就籠罩了整個黑風山，山上的花草樹木在這股氣息下瘋狂的生長，那些狐狸精一個個也都露出了舒服的表情，感覺自己的修為都精進了一絲。唯獨那個白雲子手中的那面素色雲界旗，在這股氣息面前開始劇烈的顫抖。這是太陽真火？不對，比太陽真火更純粹。這是本源？你是金烏？現在你還覺得他跟你有緣嗎？晚輩白雲有眼不識真身，衝撞了太子殿下，求殿下恕罪，求殿下饒命啊！我還在思考怎麼處置他，那頭白鹿忽然開口了：殿下饒命啊！這不關小鹿的事兒啊，都是這個牛鼻子老道非要來送死，小鹿攔都攔不住啊！小鹿看殿下神威蓋世，氣度不凡，心生仰慕，願追隨殿下，為殿下當牛做馬。說着，他還朝我拋了個媚眼。那頭白鹿為了活命，可以說是毫無節操。他不僅主動表示要跳槽，還把他的前主人白雲子賣了個底朝天。殿下，你是不知道啊，這個白雲子在昆崙山就是個死草地的，仗着自己是記名弟子，天天在外面所為所福。他那面破
旗子都是他从他師兄那裡偷來的仿製品。他來這裡根本不是為了什麼降妖除魔，他就是看上了這裡的靈氣，想占山為王。你這畜生，胡說八道！哼，我胡說？那你敢不敢对天道發誓？你沒想過把這些狐狸姐姐抓起來當你的頂爐？好你個臭道士，原來打的是這個主意！无恥之友，无恥之友！殺了他，把他煉成丹藥！等等。你还有什么想说的？金乌，你别得意，杀了我也没用，你的气息已经暴露了。很快，整个洪荒都会知道你還活着。到時候不只是我闡教，還有西方教，還有那些隱藏在暗處的大能，他們都會來找你。以為青丘的這群騷狐狸能保得住你嗎？你死定了！我會在下面等着你的。你說的對，我的氣息確實暴露了，所以我更不能讓你活着離開，不然豈不是給我自己留下了一個會通風報信的禍害？至於你說的那些麻煩，不勞你費心，他們不來找我，我遲早也會去找他們。當年的賬總要一筆一筆的算清楚。你想跟着我？小鹿做夢都想。行吧，以後你就留在這裡看門吧。有不長眼的想上山，你就負責把他給我勸退。是，殿下，保證完成任務。事情就這麼解決了。青丘的狐狸精們看我的眼神更加敬畏和崇拜了，而蘇黎看我的眼神則是更加的熾熱。我能感覺到，他體內的太陰之力又開始蠢蠢欲動了，我有點頭疼。自從收留了那頭名叫陸悠悠的白鹿當門衛後，黑風山的日子又恢復了平靜。偶爾有幾個不開眼的修士或者妖怪想來一探究竟，都被陸悠悠給勸退了。我繼續過着被圈養的日子，在蘇黎和他的族人的精心照料下，我的身體恢復得越來越快，羽毛也徹底變成了燦爛的金色。可算將你這一身羽毛給養回來了，我們也算沒有白費功夫。我感覺我離恢復巔峰不遠了，這也意味着我距離和蘇黎雙修的日子不遠了。我有點焦慮。殿下，不好了！山下來了一支儀仗隊，排場可大了。前面是蝦兵蟹將開路，後面是蛟龍抬着一座華麗的轎子。他們說他們是東海龍宮的，來給他們家公主提親的。提親？跟誰提親？跟您啊！他們說您和他們家的敖潤公主有婚約在身，是當年妖帝陛下和老龍王親口定下的。我還沒反應過來，蘇黎已經氣勢洶洶地衝了下去。哪裡來的野雞，也敢跟我搶男人？我聽到他在風中怒吼，趕緊飛了下去。山腳下，兩撥人馬已經對峙起來，一邊是蘇黎帶領的青丘狐族，一個個媚眼含煞，殺氣騰騰；另一邊是東海龍宮的隊伍，蝦兵蟹將，嚴陣以待。隊伍中間，一個少女從那座用珊瑚和珍珠打造的轎子裡走了出來。你是什麼人？為何攔我去路？我是他的人，你又是誰？來這裡幹什麼？那龍女愣了一下，看到了懸浮在半空中的我。我叫敖刃，是他的未婚妻。胡說八道！他什麼時候有未婚妻了？我怎麼不知道？這是上古妖帝陛下與我父王定下的婚約，上面有妖帝陛下的金印，還有天道誓言為證，容不得你這狐妖在此抵賴。蘇黎看着那卷金色的卷軸，臉色變了又變，轉過頭，用一種哀怨的眼神看着我。我飛了下去，落在兩撥人的中間。都別吵了，
蘇黎立刻撲了過来，想抱我的翅膀，被我躲開了。殿下，您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外面怎么有龙了？陆九哥哥，你不记得我了吗？小时候你还来过我们东海，你还说我的鳞片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我努力的在脑子裡搜索，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那個都是小時候的事了，當不得真，當不得真。怎麼當不得真？我等了你幾十萬年，從妖族天庭覆滅到如今，我一直以為你已經不在了。我為你守了幾十萬年的寡，現在你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卻說當不得真。我不是那個意思。守寡說的真好聽，幾十萬年，你們龍族龜縮在四海，不問世事。殿下在外面顛沛流離，生死不知的時候，你們在哪裡？現在殿下回來了，實力也快恢復了，你們就拿着一紙婚約跑來摘桃子了？想得美！我告訴你，這男人是我先看上的，想跟我搶，門兒都沒有！你這狐狸好不講理！婚約在此，天道為證，他是我的夫君，輪得到你在這裡指手畫腳？夫君，叫得真親熱。你們拜堂了嗎？有婚約就夠了。婚約算個屁！我跟他孩子都有了。我扭頭震驚地看着蘇黎，蘇黎給了我一個眼神，然後挺了挺肚子。雖然那裡平坦的跟飛機場一樣，但敖潤的臉還是唰的一下全白了。他難以置信地看着我，眼神裡充滿了絕望和背叛，場面一度十分尷尬。東海龍宮的蝦兵蟹將們個個都震驚地張大了嘴，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青丘的狐狸精們則是一臉的自豪。好一個陸九，幾十萬年不見，你真是長本事了。是我自作多情了。他轉過身就要回轎子，那背影說不出的淒涼，我心裡咯噔一下。等等，他說的是假的，我跟他什麼都沒有，更不可能有孩子。殿下，你怎麼能當着外人的面不認我們的孩子呢？我們壓根兒就沒孩子，你再胡說八道，信不信我把你這黑風山的狐狸窩一把火點了？我身上的太陽真火隨之波動了一下，周圍的溫度陡然升高。蘇黎縮了縮脖子，只能悻悻地閉上了嘴。敖潤停下腳步，轉過身，他看着我，又看了看蘇黎，眼神裡帶着一絲懷疑。真的？真的。我以我們金烏一族列祖列宗的名義發誓，我跟他清清白白。聽到我的誓言，敖潤的臉色才好看了一點。那婚約的事？婚約是真，是我爹當年定下的，但是那是上一輩的事了。現在時代變了，我們年輕人講究的是自由戀愛，包辦婚姻是不對的。自由戀愛？那是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道為證，這才是正理。陸九哥哥，你是不是不喜歡我？不是不喜歡，主要是我們不合適。你看，我是鳥，你是龍，我們物種不同。物種不同，怎麼了？我父王還娶過鳳凰呢，生下來的就是玲瓏，血脈更高貴。我們要是結合，生下來的孩子肯定是天地間最強大的神獸。主要是我現在一心只想復仇，當年的仇家一個都還沒解決，我不想談論兒女私情。陸九哥哥，我能幫你。我們東海龍宮雖然不負上古之勇，但也有幾分實力。我這就回去說服父王，起青海之兵助你復仇。用不着，就你們東海那幾條老泥鰍夠幹什麼的？殿下的事就是我們青丘的事，我們青丘誓死追隨殿下。眼看着他們倆又要吵起來，都停下！我的仇我自己會報，不需要任何人插手。我釋放出我體內已經恢復了大半的威壓，所有的狐狸精和蝦兵蟹將都在這股威壓下瑟瑟發抖，跪倒在地。只有蘇黎和敖潤還能勉強站着，但他們的臉色也變得蒼白。現在聽我說，第一，婚約的事暫時擱置，等我報完仇再來談。第二，
你们两个以後不許再吵架，誰再吵就給我滾出黑風山。第三，蘇黎以後不許再對我動手動腳。敖刃，你也一樣。在我報仇之前，我6根清淨，約法3章，不近女色。蘇黎咬着嘴唇，一臉的不情不願。敖刃眼神裡反而多了一絲欣賞。聽明白了嗎？明白了。我鬆了口氣，轉身飛回我的青石板。約法3章之後，蘇黎和敖刃真的不吵了，但他們開始了一種新的競爭，一種全方位的誰對我更好的內捲。今天蘇黎給我端來一碗用9天息壤培育出來的赤陽米，明天敖刃就給我送來一顆東海最深處孕育了10萬年的定海神珠。今天蘇黎給我唱青丘的採茶小調。採茶姑娘上山崗，春風吹來茶葉香。明天敖刃就給我跳龍族的奇雨戰舞。我被他們伺候的都快生活不能自理了，這樣下去不行，我必須得找點事做。我要出去一趟。去哪兒？去找個東西，一件對我復仇很重要的東西。那是當年我那9個哥哥隕落後，散落在洪荒各地的本源碎片。那些碎片蘊含着他們最後的力量。如果我能把他們都找回來，融合進我的身體，我的實力不僅能恢復巔峰，甚至還能超越巔峰，達到一個連我爹都沒能達到的境界。我們跟你一起去。不行，這次我自己去。你們的目標太大，跟着我不方便。他們雖然不情願，但還是同意了。就這樣，我離開了黑風山，獨自一鳥踏上了尋找兄長本源碎片的旅程。我根據血脈中的感應一路向西，第一塊碎片的氣息就在犀牛賀州。一個叫萬壽山武裝觀的地方，我花了1個月的時間才趕到那裡。遠遠的我就看到一座仙山，遠山上有一座古樸的道觀，道觀門口有2個小道童在掃地。那塊本源碎片的氣息就是從道觀的後院裡傳出來的。我沒有硬闖，因為我能感覺到這道觀裡有一股很強大的氣息，而且是個我絕對惹不起的高手。於是我變成了一隻普通的麻雀，落在了道觀的牆頭上。後院裡有一棵參天大樹，那樹上面結着一個個人參果。我瞬間明白這裡是鎮元子的道場。當年在紫霄宮和我爹稱兄道弟的人物，我大哥的本源碎片竟然落在了這裡，還被鎮元子當成了肥料來滋養他這棵破樹。我氣得差點當場現出原形，但理智還是壓倒了衝動。硬搶肯定不行，於是我觀察了幾天，發現每天中午鎮元子都會去後院給果樹澆水。這是個機會。這天中午，我又飛進了後院，看到鎮元子正拿着個水瓢，一下一下的給果樹澆水。這個氣息是鎮元子，別來無恙。你是太子殿下？正是我，好久不見。殿下，你還活着，太好了，太好了！陛下在天有靈，可以安息了。我讓他起來，跟他說明了來意。當他聽說我大哥的本源碎片被他的人參果樹吸收了之後，他二話不說，當場就要把這棵樹給連根拔了。不用那麼麻煩，碎片已經和果樹為一體了，強行剝離只會毀了這顆神根，我自有辦法。我飛到樹下，將我的本源之力注入到樹根裡，然後我開始與那塊碎片進行溝通。我是陸九，我來接你回家了。那塊碎片仿佛聽懂了我的話，開始震動，一股股精純的能量順着樹根緩緩地流進了我的身體。這個過程持續了3天3夜。3天後，我成功地吸收了我大哥的全部本源，實力暴漲了一大截。而那棵人參果樹非但沒有受損，反而因為太陽真火的滋養，變得更加枝繁葉茂，生機勃勃，樹上的果子都大了一圈。沒想到這人參果樹竟有如此造化。等等，當年的射日之戰遠沒有表面上那麼簡單，背後有聖人的影子，甚至不止一位聖人。
我离開了武裝觀後，正準備去尋找下一塊碎片，我的腦海中忽然響起了一個冰冷的聲音：警告！警告！實驗體出現異常數據波動，自主意識、覺醒度超過閾值，修正程序啟動。目標：抹除實驗體異常記憶，重置世界線。等我反應過來後，發現我在一個容器裡，容器外面站着幾個穿着白大褂的我看不清面容的人，他們正在操作着一些我看不懂的儀器。其中一個指着我說了些什麼，我聽不懂他们的語言，但我看懂了他們的口型。他們在說這隻金烏好像發現我們，快格式化。我意識墜入黑暗的瞬間，我只覺得渾身的金烏本源都在瘋狂躁動，太陽真火不受控制的在神魂裡翻湧，滔天的不甘從神魂深處破土而出，點燃了我體內每一縷太陽真火。我在黑暗中嘶吼，神魂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原本渙散的金烏本源，在這股執念的牽引下，開始瘋狂聚合，甚至比吸收了大哥的本源碎片後還要凝練。那些被試圖抹除的記憶，此刻反而成了滋養我神魂的養料。每一個畫面，每一種情緒，都讓我的自主意識變得更加堅定。警告：實驗體神魂波動異常，太陽真火本源突破程序限制，格式化進程受阻，請求啟動最高權限銷毀程序。請求啟動最高權限銷毀程序。緊接着，一股比世界崩塌時還要恐怖的力量朝我碾壓而來。在這股力量面前，哪怕我恢復了金烏巔峰實力，甚至超越巔峰，似乎也不堪一擊。但我沒有退縮，我將所有的太陽真火和神魂力量凝聚在一起，化作一道金色的光柱，朝着那股碾壓而來的無形力量猛衝而去。金色的光柱所過之處，黑暗被撕裂出一道縫隙，那股看似不可匹敵的無形力量，竟然被硬生生頂推了幾分。不可能！低維世界的實驗體怎會突破程序桎梏？銷毀程序功率提升至100%！我的神魂也傳來陣陣撕裂般的劇痛，仿佛下一秒就會徹底消散。就在這時，那些被我珍藏在神魂深處的記憶突然爆發出璀璨的光芒。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間，此刻卻凝聚成了一股溫暖而強大的力量，融入了我的神魂之中。這股力量沒有攻擊性，卻有着無比堅韌的韌性，像是一道堅固的屏障，擋住了那股無形力量的侵蝕。你們說我的一切都是實驗，可你們不知道，我的洪荒有我的牽掛，我的存在由我自己定義，不是你的編號，不是你們的實驗體。原本即將崩裂的金色光柱突然爆發出更耀眼的光芒，太陽真火的溫度瞬間攀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連那超越維度的空間都開始被灼燒的扭曲一聲，清脆的碎裂聲在腦海中響起。那股無形的力量竟然出現了裂痕，銷毀程序失效，實驗體突破空間桎梏。警告！實驗體正在靠近實驗艙，而我則順着那道被撕裂的空間縫隙，猛地衝出了那片黑暗。眼前的景象驟然變幻，巨大的金屬牆壁閃爍着冷硬的光澤，無數複雜的儀器在飛速運轉的屏幕上跳動着，密密麻麻的代碼和數據在不斷變化。我睜開眼後，發現自己正在一個巨大的容器裡，周身縈繞着淡淡的太陽真火，哪怕身處這冰冷的液體之中，也依舊散發着灼熱的溫度。剛才在腦海中響起的機械音，應該就是他們口中的儀器裡發出來的。他竟然突破了銷毀程序，還打破了實驗艙的空間屏障！怎麼可能？010號只是一個低維世界的實驗體，按照設定，他的意識最多只能達到自主覺醒的初級階段，根本不可能突破我們的程序限制。快關閉實驗艙的能量供應！啟動空間封鎖，絕不讓他出來！走吧！一道道冰冷的金屬閘門從四周的牆壁中伸出，無數道能量射線也瞄準了我，空氣中彌漫着危險的氣息。你們以為憑這些東西就能攔得住我？我的聲音讓那些面具人都忍不住打了個寒戰。我抬手輕輕一握，一股精純的太陽真火便凝聚在掌心，金色的火焰在淡藍色的液體中燃燒，竟然沒有絲毫熄滅的意思，反而將周圍的液體灼燒得滋滋作響，不斷蒸發。不好！他在動用太陽真火！實驗艙的防護層快撐不住了！屏幕上的防護層數據正在飛速下降，紅色的警報燈在空間中不停閃爍，發出刺耳的聲響。給我碎！我從實驗艙中緩緩走出，每一步落下，腳下的金屬地面都會被灼燒出一個深深的印記。面具人們徹底慌了，他們瘋狂地按下各種按鈕，一道道能量射線朝着我射來。
可在碰到我周身的太阳真火时，却瞬间融化。一个面具人嘶吼道：“空间封锁启动！”但他们低估了金乌本源的力量，也低估了我在洪荒世界中沉淀的底蕴。我可是吸收了大哥的本源碎片，融合了数十万年来的执念，甚至還得到了青丘、東海、镇元子等人的意念加持。我的太陽真火早已不是單純的洪荒之火，而是融合了自主意識的不滅之火。區區空間封鎖，也敢在我面前班門弄斧？我一步步朝着他們走去，周身的太陽真火讓他們連靠近都不敢。你別過來！我們是高維世界的研究者，你要是敢傷害我們，整個高維世界都會對你展開追殺。你就算再強，也不可能對抗整個高維世界。高維世界那又如何？在我的洪荒世界，你們把我當成實驗體，隨意擺弄我的命運，試圖抹除我的記憶，銷毀我的意識。這筆賬我總得好好算算。更何況，你們以為你們所謂的高維世界就一定是真實的嗎？或許你們也不過是別人眼中的實驗體，只是你們自己不知道罷了。你胡說！我們的世界是真實的，是至高無上的。真實？那你們告訴我，什麼是真實？是你們手中的儀器，是屏幕上的數據，還是你們自以為的掌控力？在我看來，所謂的真實從來都不是由維度決定的，而是由心決定的。我在洪荒世界活過的每一刻都是真實，我感受到的每一份情感，我想要守護的那些人，都是真實的。而你們，不過是一群躲在冰冷的儀器後面，不敢直面內心的懦夫罷了。我的話狠狠刺進了那些面具人的心底，他們的身體開始顫抖，眼中的堅定漸漸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迷茫和恐懼。我看着他們這副模樣，心中沒有絲毫憐憫。你們為了所謂的實驗，讓無數生靈在其中掙扎，讓我承受了數十萬年來的痛苦，絕不能就這麼算了。我不會殺你們，殺了你們，太便宜你們了。我要讓你們體驗一下被當成實驗土的滋味。我抬手一揮，一股太陽真火便將那些面具人籠罩。火焰沒有灼燒他們的身體，而是直接侵入了他們的神魂，將他們的意識抽取出來，融入了我用太陽真火凝聚的一個小型世界之中。只不過在這個世界裡，他們不再是掌控者，而是最底層的生靈，要經歷生老病死，要承受顛沛流離。你們不是喜歡做實驗嗎？那我就讓你們自己成為實驗的一部分，好好感受一下你們所謂的低維世界的生靈所承受的痛苦和掙扎。做完這一切，我將目光投向了這個冰冷的空間，無數的儀器還在飛速運轉，屏幕上還在跳動着關於我的數據。這些東西都是用來掌控洪荒世界的，也是用來監控我的。我抬手一揮，漫天的太陽真火便將整個空間籠罩，金色的火焰瘋狂燃燒，那些複雜的儀器瞬間被融化，屏幕上的數據也徹底消失。紅色的警報燈在火焰中炸裂，發出最後的聲響，整個空間瞬間被燒成了一片虛無。解決了這一切，我站在虛空之中，看着周圍一片混沌的景象，心中思緒萬千。洪荒世界崩塌了，蘇里、敖潤、鎮元子、陸悠悠，那些我在意的人都消失在了世界的碎片之中。一想到這裡，我的心就傳來陣陣刺痛。你們放心，我一定會把你們找回來的。既然我能突破實驗者的桎梏，打破空間的屏障，那一定也能重新凝聚洪荒世界，讓那些消失的生靈重新回到這個世界上。金烏一族本就擁有掌控時空的天賦，只不過之前我的本源受損，未能覺醒罷了。如今我的實力超越了巔峰，神魂也變得無比凝練，掌控時空的天賦也在這一刻徹底覺醒，一股無形的力量便擴散開來。那些崩塌的洪荒世界碎片開始在虛空中匯聚，太陽真火化作一道道金色的絲線，將這些碎片串聯起來。我的神魂力量也融入其中，重新構建着洪荒世界的法則。這是一個無比浩大的工程，需要耗費巨大的本源和神魂力量，但我沒有絲毫退縮。每一片碎片都承載着我在洪荒世界的記憶。時間在虛空中悄然流逝，不知過了多久，原本混沌的虛空開始漸漸凝聚出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黑風山重新出現在了天地之間。那塊青石板依舊溫熱，陸悠悠正趴在青石板旁打着瞌睡。青丘的宮殿依舊金碧輝煌，蘇黎正站在宮殿前翹首以盼。東海的龍宮依舊波光粼粼，敖潤正站在海邊望着遠方。武裝觀的人參果樹依舊枝繁葉茂，鎮元子正坐在樹下品着清茶。洪荒世界重新回來了，
而那些被實驗者設定的劇情也在這一刻徹底消失。這個世界不再是被掌控的實驗場，而是一個真正自由的世界。所有的生靈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樣。我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落在了黑風山的青石板上，依舊是那只金色的大鳥。只不過此刻的我，羽翼更加璀璨，周身的氣息更加沉穩，陽光灑在身上依舊溫暖，和我最初想要的安安靜靜的曬太陽一樣。只不過這一次，我的身邊多了許多牽掛。殿下，你終於回来了。陆九哥哥，你去哪儿了？我好想你。殿下，恭喜您重掌洪荒。殿下，您回来了，以后我还给您看门。青丘的狐狸精们和东海的虾兵蟹将们也都聚集在了黑风山，对着我恭敬行礼，眼中充满了敬畏和崇拜。那只曾经只想安安静静曬太陽的金烏，如今成了洪荒世界的守護者。而我的身邊有了一群想要守護的人，有了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真實的世界。往後的日子依舊可以安安靜靜的曬太陽，只不過身邊多了幾分熱鬧，多了幾分溫暖。偶爾蘇黎還是會纏着我談雙修，敖潤還是會拿着婚約卷軸跟我撒嬌，陸悠悠還是會諂媚的湊上來，鎮元子還是會送來武裝觀的人參果。但這一次，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實的，都是屬於我的。洪荒重歸完整，而我融合了大哥的本源碎片，又突破了實驗桎梏，連帶着整個洪荒的天地氣運都比往昔興盛了數分。黑風山的青石板依舊是我的專屬之地，陽光落在羽翼上暖融融的，卻再無從前那種僅靠日光吊命的窘迫。周身的太陽真火收放自如，淡金色的光暈縈繞周身，既不會灼傷到身邊的生靈，又能時刻滋養着受損的本源。如今的我雖未徹底抵達金烏一族的極致巔峰，卻也已是洪荒中頂尖的大能，抬手間便能引動日月星辰，副手間可翻江倒海。蘇黎和敖潤的內卷依舊，卻少了從前的針鋒相對。每日清晨，蘇黎會帶着青丘的靈草晨露熬成溫潤的湯藥，這湯藥能溫養本源。敖潤則會從東海深處尋來千年冰魄、萬年珍珠，雕琢成小巧的飾品。我雖身為金烏用不上這些，卻也能感受到他那份笨拙的心意。陸悠悠依舊守着黑風山的山門，只是如今的他再也不用靠着油嘴滑舌勸退來客，只因洪荒之中無人不知黑風山有位金烏殿下。偶爾有不開眼的散修誤入，見了陸悠悠這身跟着金烏殿下的氣派，便會嚇得連滾帶爬的退走。鎮元子成了黑風山的常客，武裝觀的人參果成了我這裡的尋常吃食。他每每前來，總會與我對坐於青石板旁，品着仙茶，聊着上古的舊事。當年射日之戰背後確有聖人推手，巫族與妖族的大戰也並非只是兩族的恩怨，而是有人在暗中攪動風雲，想要借巫妖大戰的契機削弱洪荒的本土力量，為日後的謀劃鋪路。殿下如今重掌自身命運，又重鑄了洪荒天地，那些藏在暗處的家伙怕是坐不住了。當年參與謀劃射日之戰的，除了巫族的後裔，還有闡教、截教的幾位金仙，甚至西方教也在其中摻了一腳。他們皆覬覦金烏一族的太陽真火本源，只是當年殿下隕落的消息傳開，他們才暫時作罷。如今殿下現世，實力強橫，他們必會再次前來覬覦。他們若敢來，便讓他們有來無回。當年的仇，我本就打算一筆一筆算，如今洪荒歸位，正好新賬舊賬一起算。殿下有此決心甚好，我雖不善爭鬥，但武裝觀的人參果樹能聚天地靈氣，又有乾坤秀在手，若殿下需要，我定當鼎力相助。多謝道長好意。如今的我早已不是那個連後裔後人都險些應對不了的病弱金烏，融合了大哥的本源碎片，又突破了高維實驗者的桎梏，我的太陽真火已然超越了上古金烏的極致。幾日後，洪荒之中傳來了消息，闡教的12金仙之一廣成子帶着弟子雲中子前往西岐，揚言要降妖除魔，清剿洪荒異類。話裡話外皆是針對我的，明眼人都知道廣成子這是受了元始天尊的授意，前來試探我的實力，想要奪取我的太陽真火本源。這廣成子也太不識好歹了！殿下重鑄洪荒於天地有功，他倒好，反而前來挑事。待我帶青丘的姐妹們去會會這位闡教金仙。蘇黎姐姐，我與你同去。東海的水軍早已整裝待發，
定要讓這廣成子知道，我龍族也不是好惹的。不必如此麻煩，区一个廣成子還不值得你們出手。我一人前去便足夠了。殿下，那廣成子乃是阐教金仙，手握翻天印這等至寶，實力強橫。您一人前去，怕是有危險。放心，我去就會，正好讓洪荒眾人看看，我金烏一族從不是任人揉捏的軟柿子。廣成子正立於城頭，手中托着翻天印，一派仙風道骨的模樣。雲中子站在廣成子身側，手持桃木劍。妖孽，竟敢擅闖西岐地界，速速受死！廣成子，你阐教身為圣人門下，不去守護洪荒，反而借着降妖除魔的名頭覬覦我的本源，真當我金烏一族無人了嗎？陸九，你乃洪荒異類，當年射日之戰，你金烏一族為禍洪荒，本就該被覆滅。如今你逆生現世，更是違背天道。貧道今日便替天行道，除了你這妖孽。哼，替天行道，天道何在？我金烏一族守着太陽星，為洪荒帶來光和熱，從未為禍世間。反倒是你們這些聖人門下暗中攪動風雲，借巫妖大戰削弱洪荒，又覬覦各族本源，這就是你們的天道！我的話字字誅心，廣成子的臉色瞬間變得鐵青，抬手便將翻天印記起，朝着我狠狠砸來。周圍的天地靈氣都被翻天印攪動，西岐城外的百姓嚇得紛紛躲避。雲中子更是在一旁催動法術，加持翻天印的威力。看着砸來的翻天印，我面不改色，抬手一揮，一股精純的太陽真火便凝聚而成，化作一面金色的火盾擋在身前。翻天印狠狠砸在火盾之上，發出震耳欲聾的巨響，金色的火焰四散開來，將周圍的空氣灼燒得滋滋作響。這怎麼可能？你的太陽真火怎會如此強橫？你以為如今的我還是當年那個被你們隨意算計的金烏嗎？火焰劍速度極快，瞬間便來到了廣成子和雲中子面前。廣成子急忙催動翻天印抵擋，雲中子也祭出桃木劍想要劈開火焰劍。只聽哧啦幾聲，桃木劍瞬間被火焰劍融化，翻天印也被燒得通紅。廣成子見狀，當即轉身想要逃走，卻被我用太陽真火凝聚的鎖鏈纏住了四肢。想走？當年參與射日之戰的有你阐教的份，今日便先從你身上討回一點利息。廣成子身上的金仙修為在太陽真火的灼燒下開始不斷消散。雲中子見師父被擒，嚇得魂飛魄散，想要偷偷溜走，卻被我隨手一道火焰劍射穿了肩膀，摔落在地，再也動彈不得。就在我準備廢掉廣成子的修為，讓他為當年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時，一道金光從天際飛來。陸九，休傷我弟子！來人正是元始天尊，一身道袍，面容威嚴，周身聖人威壓四散開來，想要將我壓制。聖人威壓果然強橫，周圍的天地都開始顫抖。元始天尊，你身為闡教教主，聖人之尊，竟縱容弟子覬覦他人本源，甚至借着降妖除魔的名頭挑起事端，真當洪荒之中無人能治你了嗎？陸九，你區一隻金烏，也敢對本座指手畫腳？今日本座便替洪荒清理門戶，除了你這逆生的妖孽！看着劈來的盤古幡，我心中沒有絲毫懼意，反而戰意暴漲。當年我的9個哥哥便是死在這些聖人的算計之下，如今元始天尊親自出手，正好讓我新仇舊賬一起算。我將體內的太陽真火盡數釋放，化作一柄金色的火焰長刀，刀身上縈繞着9道金烏虛影，那是我9個哥哥的殘魂氣息。元始天尊，今日我便讓你嘗嘗金烏一族的怒火！
太陽真火的灼熱氣息瞬間便籠罩了整個西岐上空。元始天尊見狀，急忙催動盘古幡的全部威力，想要抵擋這一刀。刀與幡相撞的瞬間，整個洪荒都為之震動，金色的火焰和混沌的氣息四散開來。這一戰注定震動整個洪荒，而我陸九，洪荒最後一只金烏，終將讓那些藏在暗處的家伙付出應有的代價，守護住這方我用性命重鑄的天地，守護住身邊那些值得我珍惜的人。洪荒的風雨才剛剛掀起，而屬於金烏的傳奇也將在這風雨之中綻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洪荒的故事還在繼續，而屬於最後一只金烏的傳奇才剛剛開始。